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久坂不扬所著的《在寿命终结的2年前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不要过于追求长寿；第二，唯一接受死亡的方法就是放下延长寿命的执念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不要过于追求长寿。的确，没有人愿意变老，永远保持年轻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。为了迎合这种心态，报纸、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关于预防衰老和恢复年轻的广告。大多数此类广告推广的都是所谓的补充剂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这些补充剂大多缺乏医学依据，即便广告中引用看似科学的数据，也往往与实际的效果无关，甚至存在着误导性。广告中常见的案例，比如某人服用某种补充剂后声称变得健康无比，实际上只是个例，无法证明补充剂的普遍有效性。将健康完全归因于补充剂，不仅逻辑上站不住脚，还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这种宣传手法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，而非科学依据。即便偶尔有人感到膝盖疼痛有所缓解，也多半是安慰剂效应的结果，而并非补充剂的实际作用。市场上还有许多产品宣称可以延缓外貌的衰老，甚至用高昂的价格暗示购买者外貌与经济能力挂钩，这让不少人对青春和美貌的执念更深。然而，与补充剂不同，整形手术确实能够让外貌看起来更年轻，但随着整形次数的增加，面部可能逐渐显现出不自然甚至怪异的感觉。整形的努力常常会在脸上表现出来，使得面部表情显得很奇怪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与年轻面孔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最终可能导致既不像年轻人，也不像自然衰老的奇怪面貌。实际上，最自然、最美的状态就是与年龄相符的样子。然而，对于那些追求青春的人来说，接受年龄相符即最美的观念往往很困难。为了显得更年轻，他们会投入大量的资金。无论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年轻，都不可能真正回到年轻的状态。如果无法接受衰老，他们可能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。如果您真的想保持外貌和身体机能的年轻，保持良好的体型、正确的姿势以及防止肌肉衰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依赖补充剂。每天的锻炼、跑步、避免暴饮暴食、戒烟限酒、远离紫外线等，都是减缓衰老的有效手段。反观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抗衰老补充剂，没有任何一种能够明确证明其对抗衰老有实质作用，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很多抗衰老产品之所以被广泛宣传，背后更多是商业利益的推动，而非科学依据。与其将金钱投入到虚无缥缈的补充剂或高风险整形手术上，不如采取显而易见且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同样的，面对寿命的终结，一些做法往往会带来痛苦。延命治疗常常成为挽留生命的最后挣扎，而许多人对其持负面的态度。近年来，不希望接受延命治疗的人数逐渐增加。实际上，医生本人通常不会选择进行无益的延命治疗，但他们往往因心存希望，即便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也愿意一试。然而，当治疗无效时，患者可能会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。这种情况下，患者会被接上呼吸机，接受点滴和输血，体内插入导尿管，同时连接各种监测仪器，靠机器来维持生命。他们通常已经失去意识，身体全身浮肿，四肢肿胀，头发脱落，皮肤呈现土灰色，甚至眼鼻出血。这种景象让患者家属痛苦不堪，往往请求医生停止治疗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医生因制度限制无法终止延命治疗，哪怕患者及家属早已绝望。有人质疑医生进行延命治疗的动机，认为这是为了牟利，但实际上，这是社会体制的问题。如果医生停止延命治疗，患者将被视为尊严死，而医生可能会因被控杀人而遭到逮捕。
即便许多医生也认为让患者安然去世是更好的选择，他们也往往无力改变现状。这种僵局显然不合理。讨论死亡仍是禁忌，社会更强调保持健康和长寿，尊严死相关的法案也迟迟未能通过。实际上，现代医疗在面对生命的终点时显得无能为力。当生命进入尾声，许多医疗行为不仅无益，还可能加重痛苦。例如，点滴治疗可能导致液体渗入肺部，使患者因类似溺水的感受而痛苦去世。过多的检查和治疗更是徒增负担。然而，医院和医生出于怕被指责不作为，不得不继续这些行为。同样，救护车也可能将患者带入这种循环。因此，作者提醒我们，应在平时做好心理准备，接受寿命终结的事实，避免在关键时刻轻率呼叫救护车或前往医院。面对癌症这一普遍的死亡原因，现代医疗虽然能够提高治愈率，但彻底根除癌症仍充满挑战。当前的治疗目标更多是与癌共存，即让患者在癌症未完全消失但不致死亡的状态下生存。然而，过度治疗的副作用可能反而缩短生命，因此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放弃治疗或许是更好的选择。然而，这一观点对于患者来说往往难以接受，他们可能将不治疗视为被放弃，甚至感到无助与恐惧。事实上，以日本为例，在日本，每3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，1/2的人在一生中会罹患某种癌症。因此，这并非遥远的威胁，而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。提前认识并接受这种可能性，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癌症时更从容。最重要的是，在健康时认真思考自己的死亡，学会接受生命的终点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因遗憾和恐惧而痛苦离世，更加从容地活在当下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唯一接受死亡的方法就是放下延长寿命的执念。延长寿命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想，许多关注健康的人不愿意变老，渴望长寿，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。确实，如果能够延长寿命，死亡的恐惧会减弱，人生也有可能变得更加丰富。迄今为止，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。然而，我们也可以认为，寿命的延长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。未来或许会有新的发现，使寿命进一步延长。但现在考虑这些问题可能没有实际的意义。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发现，我们可以在那时心怀感激地享受它。但个人为了延长寿命而付出的努力，真的能使人生更加丰富吗？即使通过努力延长寿命，假设能多活3年，这是否真的会让您的人生更加幸福呢？如果您热爱延长寿命的过程本身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如果为了延长寿命而必须克制自己的所有欲望，做一些并不情愿做的事情，那么这样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呢？也就是说，您是否在牺牲现在的幸福去选择长寿？这样的选择是否真的会让您的生活更幸福？相反，面对自己终将死去的现实，珍惜现在的生活或许更为重要。正如作者所说，如果我们认为寿命已经足够长，就不必再费尽心力去延长它。过度追求延长寿命，可能会偏离现在幸福生活的轨道。您将不再关注当前的生活，而是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中。实际上，您应该尽情享受现在的人生，而不是执着于延长寿命，这样才能避免无法享受当下生活的困境。因此，为了延长老年生活的最后几年而牺牲当下的生活，是否值得呢？我们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能享受现在，而延长寿命的信仰却可能在浪费这些宝贵的当下。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，有些人可能会执意追求长寿，这样的选择我们也不应否定。然而，许多人误以为长寿等于幸福的长久人生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现在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过上幸福的人生上。如果努力、义务与节制变得太多，反而会削弱生活的意义。
在追求长寿和享受当下之间做出选择时，我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当下。我们现代人的寿命已经足够长，那么是否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当下呢？在这里，作者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会渴望长寿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长寿就是不断变老。然而，许多追求长寿的人却同时拒绝变老，也就是所谓的抗衰老，既不想变老，又想长寿。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长寿自然会导致老年生活的延长。如果您讨厌变老，反而应该尽最大可能享受当下，而一边想着老年生活，一边拒绝变老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。作者指出，讨厌变老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。变老并不是羞耻或痛苦的事，而是多年积累的体现，是一个美好的成熟期。变老是一件美好的事。我们觉得变老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存在一种错觉，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年轻。实际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变弱，许多事情做不了，外表也会衰老，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。作为人类，我们注定会老去。因此，如果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是人类的天性，就不会对变老感到那么痛苦了。变老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过度抗衰老并不会让人生更加幸福。无论您做多少抗衰老的努力，也无法永远保持年轻。身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去。即使您一直拒绝接受这种自然衰老，最终每个人都会老去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我们应早日接受衰老，这样人生中的有意义时光将会增加。此外，追求长寿、害怕衰老的心态，最终会演变成对死亡的拒绝和对生命的执着。虽然恐惧死亡是动物的本能，但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这种恐惧。真正让我们恐惧死亡的，是对死后未知的恐惧，或者害怕自己的存在将会消失。然而，单纯为了长寿而活着，真的那么好吗？那些躺在病床上只求长寿的人，他们的长寿真的有意义吗？他们真心想要长寿吗？那些在家中卧床不起、动弹不得，只能依靠胃管摄取流质食物的人，是否只是等待死亡的到来？那些被送入护理院、坐在轮椅上无言无力的人，被放在不停播放的录像机前，任由时间流逝。作者在高龄医疗的现场见过许多这样的痛苦长寿者。看到这些现实，任何人都会认为极端的长寿并不值得追求。我们在思考长寿时，常常幻想自己能像现在一样健康、行动自如的长寿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们可能不得不与日益衰退的身体和大脑一起度过痛苦的长寿生活。因此，想要长寿的想法，其实只是那些尚未长寿、头脑天真的人所持有的。接受死亡，接受衰老，虽然非常困难，但如果我们想幸福地度过人生，就必须正视这两道巨大屏障。即使您投入时间和金钱，试图通过抗衰老来逃避衰老，最终衰老也会追上您。不管您为了长寿服药还是接受检查，死亡依然会伴随在您身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